神秘的天坟炼气塔内竟然溢出陨落心炎的气息，这更坚定了萧炎探寻到底的决心。为了老师，也为了自己，萧炎绝不会对其放手。与此同时，白山带着白帮的斗灵富敖等人来找新生的麻烦。关键时刻归来的萧炎力挫富敖，捍卫了所有新生的尊严。最终，萧炎在新生的拥护下，成立内院新势力盘门。那不就是新成立的盘门吗？听说啊，他们领头的萧炎昨天刚打败了富敖。是吗？还真有两下子啊！大家都知道，第一次进塔会有星火淬炼的考验。昨天我也把应对方法教给大家了。现在离塔门开启还有段时间，大家再抓紧复习一下。明白。让开！没睁眼啊！让开，快点！头是白帮。嘿嘿，白城帮主亲自来了，看样子是来找萧炎那小子晦气的。哼，等着看好戏吧。这下惨了。你就是萧炎吧？常听白山提起你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气势不凡。白城学长，久仰了。夏云哥哥，哼，白萧，你干什么？不用着急，我只是和萧炎学弟切磋一下而已。在内院，这种事情有什么好奇怪的？白城学长，不愧是名列强榜的高手。今天这一局，萧炎记住，来日定请学长收回。只要你有那本事，我白城随时恭候。不过，我要奉劝你一句，内院有内院的规矩，像你这样没有实力还敢这般狂妄嚣张的，只会是自取其辱。别人没本事嚣张，你白城就有本事了。那你怎么不去找林修崖、严浩这些强榜前10的高手耍威风啊？哇，是寒月学姐。学姐说话还是这么犀利啊！寒月学姐怎么护着他呀？萧炎这小子走的是哪门子狗屎运？就是。寒月，要你来管什么闲事？瞧你欺负一群新生，有些看不过去而已。哼，白参说的不假。你女人缘的确很令人羡慕，希望半年后你别又躲在女人身后。站住！半年后，白帮解散。多谢寒月学姐替我盘门出头，今后若是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萧炎定会竭尽所能。开塔！
那白帮，你可是要多加小心。走，进塔。柳长老怕你们还不熟悉这塔内的情况，特让我来带你们去修炼室。心火淬炼虽然能让你们快速增长实力，但心火中含有一种极其微量的火毒，也会同时被吸收到体内。所以按照规矩，你们必须在这一层修炼1周以上，适应了火毒，才可以往下一层修炼。越往下的心火浓度越高，火毒也会越强。这火毒不能用斗气化解，只能靠时间磨合，所以你们最好修炼半天，便回去休息1夜，第2天再来，否则火毒积累过量，受损的只会是你们自己。多谢导师提醒。我们开始吧，看看我们之中有多少人能够在这第一次修炼中晋级。看来在这里修炼1天的费用，便是1个火能了。心火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你们的体内，过程虽痛苦，但千万别跟心火对抗，让它淬炼你们的筋脉、骨骼，提升你们的实力。这里的心火浓度比进塔时的心火淬炼强上许多。进入体内的过程虽然痛苦，但用来淬炼筋脉与骨骼，提升实力，倒是再好不过了。气息，难道是？没错，应该便是陨落心炎的气息。可惜有封印干扰，无法探明其具体情况。萧炎，找机会进入炼气塔的更下层修炼，早1天晋级至斗灵，日后争夺陨落心炎才更有把握。我晋级了！哎，各位，我晋级了！我也晋级了。我怎么没晋级？哎，你别抱怨了，我不也没晋级吗？等级越高，晋级所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。或许你们下次入塔修炼，便能成功晋级了。唉，但愿吧。难道这便是被火毒侵蚀的体现？正如导师所说，初入塔中并不能长时间持续修炼。你这小女友应该也有什么宝物护体，所以才没事。就像你有青莲地心火护身，自然也不用担心火毒入侵。刚刚应该是 B 塔的钟声，大家赶快出塔吧，否则火毒过度累积会对身体造成伤害。是，逃。可恶！若不是担心火毒，我真想在这住上几年。哼，别做白日梦了，快走吧。萧炎哥哥，我们走吧。去了。放心吧，他们的事情交给我们3人，萧炎哥哥只管安心修炼便好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嗯。 。
还好有着星火金卡，才能顺利进入第4层。这间也满了。没想到这第4层的修炼室这么抢手。啊！终于找到一间空的了。他不是要进去吧？不是吧？越往下走，这星火能量也确实更加浓郁。下次再敢乱看，小心你的眼睛！哼，菲儿，看来又有不开眼的家伙占了你的专属修炼室。雷娜，对人客气点儿。放心吧，我只是让他明白一些道理。柳琴大哥说了，让我保护你，我绝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哪个不开眼的，敢占用我们柳妃小姐的修炼室？里面的家伙给我出来！非要老子来硬的！阁下这是何意？小子，新来的，难道不知道这间修炼室旁人不准动用吗？可天坟炼气塔的规则里，并未表明这间修炼室旁人不准动用。没其他事的话，不要打扰我修炼。阁下请慢。有事？这位同学，抱歉了，这间修炼室是我的单独修炼地。这是内院给你的特别对待。如果你能拿出证明，我对先前的战友给你道歉。小子，有种！还有你，难道你不知道这般大力砸门会对里面修炼的人造成干扰，甚至被迫退出修炼状态？这小子不要命啊！是啊，咱别看了，手痒了好几天，今天总算可以好好松下筋骨了。4星斗炼。雷娜大哥，下手别太重了呀，不然被哥哥知道了又会责怪我。你确定要打？罢了，哼！只要你立刻给菲儿道歉，滚出修炼室，并且以后再也不踏足这片高级区域，我就大发慈悲，放过你。炼药师，难怪这么嚣张。不过区区一个大斗师，想凭这东西打败我，还差了点。那你就试试。这小子居然能同时使出2种火焰！哼，小子，今日便好好教你怎么在内院做人。
4星斗灵。琳娜，别玩了！不好！这家伙竟然能施展如此恐怖的斗技！现在想走，晚了。成为白帮眼中钉的萧炎遭到白城的暗算，这也坚定了萧炎要尽快变强的信念。为了尽快提升实力，萧炎决定前往天坟炼气塔更下层修炼。本想专心修炼的萧炎，却遭到柳飞、雷娜等人的无理打断。面对嚣张的4星斗灵雷娜，佛怒火莲再度绽放开来。现在想走，晚了。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贺长老，他怎么来了？是啊，这种小事平常贺长老，怎么惊动了您老人家？这里只是普通的切磋而已。普通切磋？哼！若是再来晚点儿，恐怕就得出人命了。小家伙，先把你手中的火莲化解了吧。这里的事我会主持公道。全听长老吩咐。你便是萧炎吧？小子萧炎见过贺长老。这里究竟发生了何事？贺长老，菲尔常用的这间修炼室今天被人霸占。雷娜大哥只不过为菲尔讨个公道，可曾想萧炎下手竟如此狠毒。若不是贺长老您阻止，雷娜大哥恐怕就要命丧于此了。萧炎，你说说吧。我进入这间修炼室时，里面并无人使用。按照天坟炼气塔的规矩，我付出相应火能，就能在里面修炼。谁知这个叫雷娜的不遵守塔内规矩，强行砸门，胡搅蛮缠，硬说这间修炼室是这位女子的专属。小子虽然不惹事，但也不怕事。他们既然要战，我自然奉陪。雷娜，身为学长却不守塔中规矩，责罚30天火能，3天内缴清，否则1个月内禁止进入天坟炼气塔。是。这个家伙这次可是大出血了。是啊。柳飞，你虽不是主犯，却有怂恿之错，责罚10天火能，3天内缴清，否则处罚同上。萧炎，虽事出有因，可你下手过狠，责罚5天火能，以示警戒。是，萧炎甘愿受罚。柳飞这帮人一直霸占着火能最充裕的修炼室，总算有人给我们出了口气。就是。小点声，担心被听贺长老，你对萧炎的判决是否太轻了？切磋间下死手，可
可是要被禁止进入天坟炼气塔的。若是不服判决，可以去找大长老或者院长。哼！今日之事到此结束，日后若再有人不守塔中规矩，定当从重处罚。小家伙，下次与人切磋，不要再这般拼命。想要立威固然是好，可也别过犹不及。萧炎，今日之事，我记住你了。不打你，因为你是女人；若你是男人，下场只会比雷娜更惨。你给我等着！若雷娜的攻击再快上一些，恐怕我便会被逼出破绽，无法使出佛怒火莲。这一层的星火强度对我来说已经不够用，看来要加快修炼速度，只能继续前往下一层了。这几天，那东西又开始不稳定了，散发的波动越发剧烈，情绪亦是越来越暴躁。恐怕今年内，它将会出现一次大反扑。如若处置不当，恐怕学院将会面临极大麻烦。大长老，是否要通知院长加固防御？那东西可不能暴露，否则被黑角域那帮家伙知道，恐怕会红了眼的冲过来抢夺。加固防御势在必行，可院长在外游历，谁也不知道他身在何处。北面黑角域那几大势力的动静，必须随时注意。对了，刘长老，那个拥有异火的小家伙，如今怎么样了？正在塔内修炼。或许是因为他拥有异火的缘故，竟然不怕火毒的侵蚀。我也照大长老的吩咐，给了他足够的关照。一个陨落心炎便让我内院崛起，而这不到20岁的小家伙却独自拥有异火，当真让人羡慕啊！诸位长老，以后尽量给这小家伙方便，或许日后陨落心炎的暴动，我们还得依靠他的力量。不能小看异火的能量啊！如此奇物据天地之灵而生，一旦不慎，恐怕内院要面临灭亡之祸呀！是。他要晋级了。这个家伙不吃不喝的修炼了近4天时间，真是个怪胎。我今天打听过了，这个家伙还是今年这届的新生领头人物，名叫萧炎，实力很强，据说连白帮的富敖都是被他打败了。原来他就是萧炎。对于他的传言，我原来还有些不信，可如今一见，看来应该不假。嘘，小声点，别打扰到他晋级，不然我们就麻烦了。看来这努力没有白费。请问，我修炼了多久时间？4天。才4天，便让我突破这7星大斗师，
这陨落星岩果然有着无穷奥妙。这分化体便能够让人提升到这般速度。若是占用本体的话，那修炼速度将是何等可怕！也该回去休整一下了。在炼气塔待了4天，不知薰儿他们如何了。这些家伙是什么势力？难道又是来找麻烦的？头儿，你可回来了！你们是盘门的人？你不记得我们了？可你们这徽章……哦，薰儿姐说了，咱们盘门呐，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徽章，这样才能加强成员对盘门的归属感。这个妮子心还挺细的。薰儿在吗？薰儿学姐在。头儿，您回来了。那是，头儿，那是我们盘门的护卫队，不仅每天2人站岗守卫住宿区，还有6人待命应对突发情况。其他成员被薰儿学姐派遣自由行动，趁早摸清内院形势。头儿，你就自己进去吧，我得赶紧回去站岗了。薰儿学姐说了，只要放哨满3天，而且期间没有出现意外事故，便是能够领到1天的火能。现在这活儿，其他弟兄们都抢着来呢。走了。这妮子还真是有魄力，居然拿火能出来做奖励。萧炎哥哥，萧炎哥哥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薰儿，不错呀。没想到这才4天时间，便是将盘门打理得有模有样，我还真是小看你了。这也有虎家姐的功劳哦。这盘门徽章还真是漂亮。妮子，我的呢？少了谁的也不能少了萧炎哥哥的。在这儿呢。来，怎么了？妮子，怎么神神秘秘的？让你见一个人。小姐，起来吧，林老。小言小友，别来无恙啊。相比斗技，老夫还是喜欢近身肉搏。日后时机到了，自会知道。你们怎么认识？萧炎少爷，自从你离开乌坦城之后，不到半年时间，我便听从小姐的派遣，一路暗中保护你。好在小姐在迦南学院未曾出什么岔子，否则我恐怕会受到家主最严厉的惩罚。
你呀，也太小瞧我了吧。林老，上次分别仓促，此次见面，萧炎再次为您老的出手说声感谢了。嗨，萧炎少爷何必客气，我也只不过是奉命行事。萧炎哥哥，此次让你与林老见面，主要是前段时间我让他回去仔细调查了族中的高手，并未发现有强者在几个月前进入过加玛帝国。萧炎少爷，你父亲失踪的事的确与我族无关，应该是另有其人所为。难道还是云岚宗？云岚宗，我迟早会回去，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我会让人注意云岚宗，萧炎哥哥也别太过着急，安心修炼才是正途。我明白。林老，小子先告辞了。薰儿，我先回去了。林老，你似乎知道一些与云岚宗有关的东西。这个一直龟缩在加玛帝国中的势力，似乎和那些家伙暗中有一些极为隐晦的来往。那些家伙，你是说魂殿？萧炎利用佛怒火莲余威重创雷娜，在内院中逐步树立起盘门的威严。借助神秘的天坟炼气塔，短短4天，萧炎便成功晋级7星大斗师。看到盘门在薰儿的管理下秩序井然、团结奋进，出塔归来的萧炎十分感动。林老，你似乎知道一些与云岚宗有关的东西。这个一直龟缩在加玛帝国中的势力，似乎和那些家伙暗中有一些极为隐晦的来往。那些家伙，你是说魂殿？这云岚宗怎么会与他们纠缠不清？不清楚，不过似乎来往时间不算长久。此事云岚宗内知道的人也不多，甚至连宗主云韵也不知晓。不然以他和萧炎少爷的关系，不可能什么都不表现出来。如果他们真和云岚宗有牵扯的话，那么萧叔叔的失踪定会与他们有关。毕竟他们也知道萧家有着那钥匙的一部分。那些家伙明知我们与萧家的关系，却还敢如此肆意妄为，当真是越来越猖狂。小姐，您在萧家10几年，家族本意是让您暗中取得萧家那部分的钥匙，可您却一直没有提供任何消息，族中已有不满的声音。若非是碍于萧家祖辈曾与族中有过血誓，恐怕有人打算……不用理会他们。云岚宗和那些人的牵扯，就暂时不要告诉萧炎哥哥，等他有实力与云岚宗抗衡，再说不迟。是。你先离开内院吧，倘若有事，我会唤你。是，小姐。父亲，你在哪？萧炎哥哥，薰儿，你怎么来了？
这是驼蛇谷地狱。你认识这东西？萧炎哥哥，这玉你从哪里得来的？家族迁移时，长老所给，让我保管。怎么了？这玉，日后你不要在任何人面前拿出来。记住，是任何人。大陆上或许认识这东西的人只有极少数，可若被其他人知道了，必定会立刻招来杀身之祸，甚至连这迦南学院也说不定会眼红出手。这东西，不是我萧家族长的身份象征吗？算了，不要管族中的任务。这古玉现在是获知萧叔叔生死状况的唯一物件，让我从萧炎哥哥手中取走的，我办不到。只要等到萧炎哥哥有实力与银兰宗抗衡时，我会将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，包括薰儿背后的势力，以及和萧家的渊源。我相信你，我也期待你对我毫无保留的那一天。老师，我知道你想问与那驼蛇谷地狱有关的事情，但是这东西连我也只是模糊听说过，倒也从未见过。那老师可知道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？我所能告诉你的，便是这驼蛇谷地狱，或许与万年前那个驼蛇谷地有些关系。驼蛇谷地是一个人，或许称之为神都不为过。难道他是一名斗帝？抛开已经遗失的上古时期不谈，如今的时代，除了万年前的这位驼蛇谷地，斗气大陆上还未出现过第二位斗帝。斗圣与斗帝虽一阶之差，却是天地之别。你手中的驼蛇谷地狱，或许便是那位传说中的驼蛇谷地所遗留之物吧。而且看模样，它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。但光是他前主人的这个名头，便是足以引动大陆强者趋之若鹜的前来抢夺。驼蛇谷地，怪不得薰儿让我不要在任何人面前拿出这东西。我们萧家怎么会和这等强者扯上关系？此事关系重大，知情者只有我们3人，想必不会泄露出去。日后这块古玉或许对你有帮助，可现在，以你的实力，还远远不足以触摸到它的奥妙。斗帝什么的，离我太遥远了。如今我只想进入天分炼气塔闭关修炼，尽快提升实力，成功夺取陨落心炎。吴昊，你绝不能再去竞技场了，寒门的火能都快被你输光了。你让我们拿什么给大家发火能？你就别怪他了，我们再想想办法吧。最近我不是胜率越来越高了吗？等再过不久，应该就能将损失的赚回来了。哼，等你赚回来时，潘门恐怕已经因为给不起内部奖励而信誉大失了。大家这是怎么了？一早就愁眉苦脸的。萧炎，你可算来了，出大事了！潘门奖励成员的火能都是我们几个人自掏腰包，薰儿的已经被用的差不多了。他最近可一天都没进天坟炼气塔中修炼过，都怪这家伙把盘门本就不多的火能全输出去了。萧炎哥哥不用多想，你如今是盘门在外的门面，没有你在外的震慑力，不管我们施展什么措施，这盘门都是难以起来的。我有一个办法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哎，学弟，过来看看这个魔盒。既然内院可以销售丹药来换取火能，那么便请盘门兄弟购买药材，到时候我来负责炼制丹药。这样一来，可以暂时缓解盘门的火能危机。赔本卖给你了。这交易所不仅规模大，
售卖之物比起黑角玉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真不愧是迦南学院。小家伙，前方第8个摊位，过去瞧瞧。我这还有，我这还有多的是。这个我也要，这个你也要。哎呦！这人浑身充斥着一股火爆戾气，看实力，怕是已经达到7星斗灵。这么多四阶魔核，这是……青木仙藤。青木仙藤，炼制地灵丹的必备之物。老师，我们运气也太好了吧！不买就不要乱碰。火毒晶体，谁说我不买了？这株青藤什么价钱？400天火能。它是贵了点吧？虽然我不知道这青藤究竟是何物，但它能被2头斗王级别的魔兽拼死争夺，足以证明它的价值。你若买不起，就给我走开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400天火能，我确实拿不出来，能否以物易物？啰里吧嗦，滚开！小子还敢躲，找死！火毒晶体竟会严重到这个地步，连心智都受到影响了。我没有400天的火能，不过，闭嘴！我能帮你驱逐体内的火毒。你说什么？我帮你驱逐火毒，你把青木青藤给我，这笔交易如何？我曾让不少炼药系的佼佼者查探过我体内的火毒，可他们全都无能为力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我想这火焰应该能打消你的顾虑吧。他就是那个盘门的首领萧炎。你就是那个在火能猎捕赛将老生全部干掉的新生萧炎，听说还是炼药师。正是在下。你这火焰确实比炼药系的那些家伙强上一些。这样吧，完全驱逐我体内的火毒，再加上100天的火能，这株青藤便是你的了。不假，我虽然需要这东西，可也并非现在一定要到手。而你体内的火毒再拖延下去，恐怕就算是炼药宗师前来，也无能为力了。你谈不拢，那就算了吧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但是，记住了，是完全驱逐。到时候，若被我发现仍有火毒残留，别说青藤你得不到，恐怕还得受顿皮肉之苦。跟我来吧。你体内火毒预计有多长时间了？1年半左右。火毒太深，想要一次性驱逐绝无可能。这是冰灵丹，能暂时压制住火毒，让它不会侵蚀你的理智。每日1枚，一共15枚。果然有点用。哎，好了，你先去忙吧。是。薰儿，萧炎哥哥，妮子，药材已经准备妥当。都已经放在你房间里了。这位是？哎，不用理他。小子，又怎么了？炼制丹药时，你就在外面待着。怎么还不让看？不想死，就照我说的做。哼，反正我不管。给我驱逐了火毒，我才会给你青木仙藤。小子，别忘了青之火灵膏和素灵风丹一并炼制。知道了，老师。
搞定了。这是洗髓寒灵液，在盛满清水的大盆中倒入一滴，静坐修炼半小时。到时候若火毒依然还有残留，我会再帮你炼制。对了啊，这段时间不能再去天分炼气塔修炼，否则药效会即刻失去作用。好，只要真能将我体内火毒驱逐，我林燕也算欠你一个人情了。我对你的人情可没兴趣，记得把青木仙藤给我就行了。萧炎，在这院内，只要有我林燕在，别说什么狗屁白帮，就连林修崖的狼牙也不敢对盘门怎样。总之，你这盘门我会帮你照看。啊，那便多谢林燕学长了。萧炎哥哥，这里一共有多少丹药？回气丹83枚，附体丹62枚，冰清丹36枚，一共是181枚。这么多！幸不辱命。接下来销售的事情，便只能靠你们了。交给我们吧。5号，通知阿泰、铁木他们，尽可能调配人员，准备前往交易区。胡家，我们将所有丹药分好类别，再仔细核对一遍数量。萧炎哥哥。睡吧，萧炎哥哥。谁能告诉我，盘门什么时候有炼药师了？据说是他们首领，也就是那个萧炎炼制的。他竟然也是炼药师，这3种丹药比我们所出售的任何一种都更好，更便宜。若是让他们彻底将名气打开，恐怕我们丹药出售的垄断地位将会直接被掀翻。如今是那可怎么办呢？这地良心，总得想办法呀！调查他们购买的药材，他们所买的，我们用双倍价格全部收购。我药帮别的不多，就火能多。是，禀告帮主，白帮帮主白城求见。白帮，请他进来。从薰儿口中得知父亲的下落并无新的消息后，萧炎意外得知驼蛇谷地狱可能隐藏着更大的秘密。但萧炎明白，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提升实力，尽早收服陨落心眼。为解决困扰盘门的火能危机，萧炎前往内院交易所准备炼丹所需的药材。为换取青木仙藤，萧炎答应林燕为其驱除体内火毒。终于罢兴了，距离斗灵级别不远了。小家伙真是越来越贪水，这么大动静也吵不醒。难道是吞天蟒的灵魂已经被美杜莎女王反压制了？照此下去，恐怕不出1年时间，美杜莎女王便会成功占据吞天蟒的身体，而到时候灵魂与肉体的完美融合，她也便是
真正的成为了斗宗级别的超级强者。到那时，恐怕第一个就是纳火祭道。我给你1年时间，但只会在你必死关头出手帮你摆脱麻烦。1年之后，若拿不出融灵丹，就别怪本王心狠了。放心吧，老师。在他没有得到融灵丹之前，还不会对你出手。灵魂和肉体哪那么容易完美融合？他必须借助融灵丹，先将吞天蟒的灵魂吞噬。如若不然，达不到彻底的控制，就算他得到了吞天蟒的躯体，那也只会成为他的累赘。如此就好，只要他还需要融灵丹，那就有和他谈判的筹码。若是能拉拢一个斗宗强者，那自然是最好的。闭关了这么多天，也该回去了。我这门主当的可不够称职啊。萧炎哥哥站上4星斗灵的消息传出来后，这个月加入我们盘门的学员越来越多。还好萧炎进塔之前帮盘门炼药攒了不少火能，不然根本不够用啊。薰儿师姐啊，那个林燕又来找头了。那家伙这1个月多来多少趟了？都说了等萧炎回来会通知他。这林燕毕竟是强榜高手，并且没有加入任何一方势力，多个朋友也没什么坏处。哎呀！盘门竟然敢卖假药，我白帮的弟兄吃了一点效果都没有。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解释，不然的话，你别血口喷人！我看你们就是来捣乱的。是来捣乱又怎么样？弟兄们，把这铺子给我砸了！好。头儿回来了。萧炎哥哥。头儿，有个叫林燕的家伙，这个月找了你好几次，今日也来了。知道了。哎，将近1个月没见到头了，他的实力貌似精进不少啊。看来我们盘门很快就能出现斗灵强者了。萧炎哥哥，你回来了。这个月辛苦你了。你这小子终于回来了！你给我的冰灵丹和洗髓寒灵液都用光了，快再给我一些！急什么？1、2天不驱毒又死不了。你这2种丹药是我在炼气塔闭关期间炼制的，再使用1个月，想必你体内的火毒便能彻底驱逐了。你也太急了吧！薰儿，盘门最近怎么样？你不在的这段时间，盘门一切都挺好的。本来在你闭关的前1、2天，还有盘门成员在外被白帮刁难，不过后来托你在炼气塔中的威风，他们现在可不敢太过放肆。哦，没想到杀鸡儆猴竟还有这般好处。的确是有好处，可坏处也不小。怎么说？雷娜倒不足为惧。可是你还得罪了柳妃那个无理且记仇的女人，她的哥哥可是强榜前10的顶尖高手，霸枪柳晴。恐怕就连你那青紫火莲也奈何不了他的猎山枪。霸枪柳晴，你也别担心，那家伙现在可没空给柳妃出头。再有半年多时间，便是5年1届的内院大赛，他呀，正在没日没夜的闭关修炼呢。不过，大赛结束后他会不会找你麻烦，那就不好说了。
内院大赛，我怎么没听说过？这大赛和普通内院弟子无关，是强榜高手间的比赛。若是能在比赛中进入前10，便有资格成为长老备选人，还能获得一次进入天坟炼气塔第8层的机会，接受星火本源锻体。星火本源？本源？难道是陨落星年的本体？白山，劫人太甚！跟他们拼了！拼了！找死！雷动，发慌！现在就把青木仙藤给了我，就不怕我给的丹药并不能彻底将你治好？哼，这么大的盘门，我还怕你跑了？我们之间虽说是交易，但我林燕的命绝不是区区一株青木仙藤能抵消的。日后若是柳晴找你麻烦，派人通知我。告辞。这家伙虽然脾气暴躁，可也不失为可交之人。他们打开了丹药销售的局面，也算逐步进入正轨了。之前答应给兄弟们的奖励可以安排下去了。桃儿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白帮他们诬陷盘门销售假药，打伤了我们的人，还砸了我们的摊位。什么？白帮竟敢这般嚣张，真当我们盘门好欺负不成？白帮，这帮混蛋果然不肯消停。头儿，阿泰和其他几个兄弟还在他们手里呢。大家跟我去救人！白山，你给我规矩点，别乱动！不好了，老大，让一让！不好了，萧炎带着盘门的人杀过来了！哼，慌什么？这小子还挺有种，可惜只是鸡蛋碰石头，自讨苦吃。嘿嘿，一个斗灵强者都没有的盘门，也想和我们白帮争斗？白山，你等着，头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哼，倒是怕他不来。头来了！萧炎。萧炎，你带这么多人前来，是送上门来讨打的？白城，我盘门未曾招惹你们，而你们白帮却几次挑衅，现在还打伤我盘门中人，看来你们是想率先毁掉当初的约定了。原来你不仅在靠女人这点上很出色，嘴皮子也很能说呀。当初的确约定半年内不随便找盘门麻烦，但是这并不包括受人之托来给你们这群嚣张的新生一点教训。受人之托？受谁之托？
无可奉告。如今你们自己找上门来，那就别怪我白帮大欺小了。你来试试！今天我要让你在内院名誉扫地！陈高，没事吧？哎，有这么热闹的事儿也不叫我。哼，凌燕，这是我白帮与盘门的私事。萧炎是我朋友，谁要动就得问问我的离火府是否同意。你，哼，萧炎，上次靠韩月，这次靠凌燕，下次你还想靠谁？你白城有本事，现在就去找林秀雅的狼牙拼一拼。你若敢去，小爷也不等着你收拾盘门。哼，没胆子就滚一边去！气球，你，不愧是风府林燕啊！这骂人撒泼的境界，内院无人可敌。听着韩贤的口气，好像是来帮白帮助威的。药帮。哼，原来是你这个卖假药的。这位想必便是盘门的首领，炼制那3种丹药的萧炎了吧？真是没想到，阁下竟然也是一名炼药师。韩贤学长，我想那雇佣白帮砸我场子的人，应该是你药帮吧？盘门有这个下场，为什么不想想自己犯了什么忌讳呢？韩贤，何必与这小子多言？哼，你们俩果然是狼狈为奸呐！林燕大哥，这些事交给我吧。韩贤，我知道你是怕我盘门断了你的财路。这样吧，你我同为炼药师，大可用炼药师的方法一决高下。若是我输了，日后盘门不沾半点丹药销售；若是你输了，那些暗地里的污糟东西，就请好好收回去吧。哼，你想和我比试炼丹？那个韩贤似乎有几分底气的样子。放心吧。若是韩贤学长喜欢使用斗气比试的话，我也不会拒绝。你也不用激我，比试炼丹术也行，不过赌注太小了。丹药的畅销顺利解决了盘门的火能危机，然而这也得罪了原本垄断内院丹药销售的药帮。暗中与药帮串通一气的白帮，无端挑衅受药的盘门，并打伤阿泰等人。而得知此事的萧炎忍无可忍，即刻带领盘门众人前去讨回公道。引出幕后黑手药帮帮主韩贤后，萧炎为彻底解决药帮，主动提出要与4品炼药师韩贤比试炼丹。快看，长老来了！哎，不知道今天比拼的是什么药方？不管比什么，这萧炎也很难跟内院炼丹第1人相比吧？有请今日炼丹比试的参赛者，药帮帮主韩贤。帮主加油！帮主给他们最后的小子颜色看看！加油啊！盘门门主萧炎。帮主加油！萧炎学弟，劝你乖乖认输，把那3种药方交给我，
也好过待会儿当场丢脸。哼，学长，你还是盘算下耀邦今后的生意吧。比赛过后，耀邦5处人流最多的交易地点，我盘门就收下。萧炎将3种药方以及盘门永不售卖丹药作为赌注，会不会太过冒险？收获与冒险总是并存的，我相信萧炎哥哥。炼丹比试开始前，我们先看一下药方。韩邪，你先吧。没想到，这次竟会以炼制5品丹药来作为比试。5品丹药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就算萧炎再有天赋，现在也不可能炼出5品丹药啊！这长老看样子是来捣乱的。既然要比，那自然比个大的。这次比试炼制的5品丹药龙力丹，能让服用者在短时间内拥有极其强横的力量。大长老，2个小家伙要炼制5品丹药，会不会太过困难？韩贤炼药师的品级比萧炎高上不少，恐怕这一局韩贤赢定了。那可不一定。你们面前均准备了2份药材，意味着你们有2次机会。这2次机会中，谁先炼制成功，那么谁便获胜。那如果都失败了，该如何分出胜负？毕竟龙力丹可是5品丹药。老夫亦可从你们的失败品中端倪底细，一分高下。2位是否有异议？弟子无异议。比试现在开始。成哥，这韩贤能否获胜？韩贤可是堂堂药帮帮主，岂是萧炎这种下等炼药师可比？薰儿，你说萧炎这家伙怎么连个像样的药鼎都没有？药鼎只是外物辅助，最终靠的还是炼药师自己。异火的威力实在太大，这些低阶药鼎确实难以承受这种热度。希望这东西能坚持到最后吧。这金色的火焰是什么呀？从来没见过，好神奇啊！我这火焰名为幻金火，是从7阶幻金蝎龙兽的壳骸中寻得。7阶幻金蝎龙兽，那可是媲美斗宗强者的超级魔兽。幼兽破壳而出后，这幻金火会残留在壳骸之中，3天之后便会燃尽，所以必须在3天内将其寻得。这大千世界果然无奇不有。异火，仅有2次机会，急不得。快看，老大开始了！我看韩贤很不错，他的火焰虽比萧炎的异火差了些，但炼药师不仅仅只靠火焰取胜。炼丹并非讲究速度，而是需要一颗不为外物所动的心。若是不能势头持久，那还不如从一开始便稳抓稳打。
该你了。炼制之前，必须熟悉所有药材的特性，施以最合适的温度，方能提炼出所有精华。这小子好像进入状态了。谋定而后动，加油啊，萧炎！这龙力丹可比想象中困难多了。装蒜的家伙，相信你也肯定会失败的。不好！真可惜，眼看就要成功了。还早着呢，五品丹药哪有这么容易炼制的？看来这龙力丹谁也炼制不出来。既然如此，我只要炼制出来的失败品能超过萧炎就行了。不愧是五品丹药，看来还要更加小心。萧炎，什么味儿？好香啊！哼，是药香。看来韩仙要赢了。虽然只是半成品，但总比完全失败来得好。韩玄已经率先炼成了，真的吗？他炼制成功了。据说五品丹药成型会有异象，可除了先前的药香，并无半点异象。郝长老，弟子已经炼制结束。这也叫丹药？哼！韩仙这家伙竟然为了获胜，宁愿炼制失败品。他是认定萧炎也不可能成功啊！提炼已经完成，接下来便是融合。给我凝！看这样子，萧炎炼制的龙力丹已初具雏形。郝长老，比赛未到最后，谁也不知道结果。萧炎快成了！快吧，又要插入！给我坚持住！功亏一篑呀！身为炼药师，竟然不知道准备一尊好的药鼎。完了！萧炎学弟，炼丹失败乃是常有之事，你也不用介怀。郝长老，幸不辱命。
不可能！这家伙肯定是趁先前爆炸升起烟雾时作弊了。郝长老，请您检查吧，免得有人不服。韩先同学，请注意你的言辞，是非公正，我自会定夺。这药箱没问题，色泽和外观都能说明这是一颗炼制成功的龙力丹。我宣布，这次炼药比试，萧炎胜。没想到萧炎居然这么厉害，内院炼药第1人，这下有一主呀！萧炎，他给我等着！我们走。棋要一步一步下，路也要一步一步走。萧炎这小家伙不简单呐！唉，在下输得心服口服，还是大长老独具慧眼。能炼制5品丹药的炼药师，其价值可媲美斗王乃至斗皇。大家小心！看来正式任务开始前，还得绕个下去。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。韩月，你说的那个地方应该不远了吧？我们走。老师，寒门总算进入正轨，我也该去深山修炼它了。修炼3000雷动的第一步，便是要炼化卷轴中封印的那一丝风雷之力。不过这风雷之力颇为霸道，稍有不慎，便会有被反噬的危险。萧炎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异火焚身我都挺了过来，这风雷之力，我要定了。接下来按照我说的做，才能彻底将它炼化。凝，回，风雷之力已经进入你体内了，赶紧炼化。之力的炼化竟如此困难，它可是天地间产出的能量，你用青莲地心火试试。
是身影共进退，不负心中是波迷雾而归。我踏破云烟往前走，不与是是非非的阴谋，振翅而飞，去战斗，绝不退后。那个不谈少年，一路就不回头。